川普在突袭了伊朗之后，现在是不是自食恶果呢？我们要来看到，现在西方的盟友孤立了美国之外，在油价的部分，因为伊朗封锁了荷姆兹海峡，所以现在价格已经破100了。美股的部分则是大跳水。习川会现在川普最在意即将要登场的3月份习川会是否也会被因此取消呢？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本来川普觉得说这一场战争应该就是以一种闪电的方式可以立刻的结束。但是没有想到是立刻翻盘了。我们刚刚也谈了非常多有关于战情的部分。那么川普呢，他也希望说西方的盟友们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来帮助美国？没有想到我们看到西班牙跟英国是立刻表态了，不会来帮助美国。好，我们来看到是西班牙的首相，包括了桑切斯，他说拒绝美国使用西班牙的军事基地。英国呢，美国最坚定的盟友，英国也说这次军事行动我们选择不会参与，包括你也不可以使用在这边的英国在这边的美军基地。川普就怒批施凯尔，你不是丘吉尔，讲这些话也都没有用。另外，川普也说了，除了英国之外，西班牙我会跟你切断所有的经贸往来。川普对这些西方的盟友感到非常的愤怒。那另外一方面，表态的现在中国大陆出来说话了，他要川普还有要美国跟以色列立刻停战。这个北京强烈的表态说，美以的行动这个是错误的。原本规划的川习会，现在北京有没有可能取消或者是延后？这对于华府来说，恐怕是非常担心的事情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特别请教委员又怎么看了？现在川普眼前的问题，除了西方的盟友不帮忙之外，还有他最在意的川习会是否生变了，如何影响到国际局势？川普是不是误判了这最后可能会造成的结果？委员怎么看？是美国的盟友这一次都选择跟美国保持距离的原因，是因为美国发动这场战争，并不具备正当性哦。那你先不要讲说川普已经不承认的国际法了，但是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有没有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你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同意之下，你就贸然的发动战争，你完全是视国际法于无物了哦。那么更不要讲说明明眼看着他们谈判应该要有一些成果了，就是在美国跟以色列发动战争之前，这个他们才刚刚讲好说，马上数天后就要展开第3轮的谈判，而且谈判的气氛看起来都还不错，就忽然之间，以色列跟美国就发动了战争，就大白天就开始突袭，这个发动空袭了。所以这当然完全不具有正当性啊！他就觉得说这是另外一个珍珠港事件翻版，明明不是在谈判吗？就接下来马上都约好时间了要去谈了。那你把库纳许，你把美国这些谈判代表就当作是玩偶就对了，就摆在那里骗一骗人家，然后你背后一手拥抱一手插刀。那这样的做法对美国的盟友来说，他们当然就不可能陷入这场这个有道德争议的战争里头了。那么很显然的，就像刚才大家在讨论的，我认为美国这一次很严重的被以色列误导了。那说误导可能好听一点啊，说被以色列操控可能比较实际一点哦。就是这你不得不佩服这个以色列的影响力，就是美国也好，或者是像川普也好，几乎就是把以色列奉为大哥了。就是这个以色列讲的话，以色列要做的事，川普完全使命必达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川普把美国陷入了这样的一个境地里。我们刚才不断的在讨论说，为什么现在全球要变成一个这个全球大乱，甚至搞不好还会爆发更大的这个区域战争？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伊朗来讲，你要灭掉我了，我已经是生死存亡了，我绝对不介意拖全世界下水。这是一个常态的心理啊！就如果我们今天任何一个人面临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一定想说，那大家一起陪葬就好了。那更重要的一点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所造成全球的冲击只是刚开始哦。如果这场战争持续下去哦，就像刚才我不断强调说，舰长说过，如果你在波斯湾布了水雷了，那你整个荷姆兹海峡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油哈，这个液态天然气通通都不要出来了，你全球马上就受到冲击了。大家说啊，冲击没什么关系，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全球的股市开始崩盘。那大家接着说，那美国的股市看起来挺住啦，也没挺住，因为全世界的金融体系是联动的。当这个一个地区开始进行全面崩盘的时候，它就马上会像这个骨牌效应一样开始全面倒了。你只是看美国的股市是骨牌的第几张骨牌而已。那么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全球的冲击，其实伊朗的战略很清楚嘛，就是唯有如此，我让你们都痛，不是只有我伊朗痛。
那么大家就会想办法来解决这场战争。我觉得像习川会哦，有没有可能再继续如期举行，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哦。因为在此时此刻，川普所发动的这场不具正当性的战争里头，如果习近平在这个时刻贸然跟川普见面了，习近平很难去对外解释说，伊朗虽然不是像这个俄罗斯这么亲近，但是好歹也是他宣称的战略伙伴关系哦。那么但是我认为在这一场的这个不具正当性的战争发动之后，反而让北京取得了另外一个更好的这个战略的制高点，就是这场战争，如果今天美国真的想要把它这个画下一个休止符哦，你不要说谁赢谁输了，这场战争大概谁都不会赢，谁也不会输，就打那个天长地久了。美国如果要退出这个战场，他必须要找一个人来斡旋了。这个时刻，你说波斯湾的国家谁愿意斡旋？他们已经跟这个伊朗都已经扯破脸了。这个时刻最有资格、最有能力斡旋的就是北京政府。所以呢，我认为，对于习川会有没有可能继续推动下去，除非川普释出更大的善意，他给出更好的利多，那么习近平也许愿意勉为其难。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哦，就是在这场战争里头，其实北京政府已经站到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也就是说，未来如果要解决这场战争，唯一能够出来讲话话事的人就是北京政府了。好，所以接下来的3月份，这个川习会会不会真的成真发生，这个还要持续观察。那北京现在绝对是最重要的调停人。川普现在要担心的事情，除了说接下来的习川会会不会如期举行之外，他还要更担心的是，现在整体的资本市场已经开始出现了非常多的反应了，恐怕都对于他来说是具有非常大的压力的。我们先要来看到的是，包括因为刚刚提到了嘛，伊朗它封锁了荷姆兹海峡，在这边布了大概6000多枚的水雷在这边，所以现在可以看到呢，这个油价的部分已经不断的在飙涨，150艘的油轮现在卡在荷姆兹海峡的海上，油价单日狂飙双位数，布兰特原油的短线哦冲到80到90美元，现在预估封锁持续的话，油价会破100元大关，天然气价格同样是冲破飙涨了130%。川普一直喊嘛，赶快降息，现在看起来通膨的压力会持续的扩大，那就更不可能逼着联准会主席去做降息了。那所以川普就喊啊，那没关系，你荷姆兹海峡封锁，我会出动所谓的海军来去护航之外，针对资本市场，我也会做这个金融保险的救援，到底有没有效啊？舰长又怎么看？川普经常讲话，就是他一念之间啊，就是随性而至就说了一个东西。他根本没有去问底下如何去做这个事情。荷姆斯海峡的地形啊，如果你看了这里的地图，你就知道你海军怎么去护航。大家请看这里啊，如果这个可以拉近一点的话，你看这里，荷姆斯海峡在这里，你知道我从这个波斯湾这里走出来，弯到这里这样过去，这里距离非常近。当我一个船走到这中间的时候，我问你，所有这里都是伊朗哦。每一个方向都有可能打一个飞弹过来，对，甚至一个飞弹快，它有数百艘的飞弹快艇，飞弹快艇也可以打过来，你如何防？这个东西不是说这里东西弯的，而是它的叫做它的反应时间根本不够啊。这个30几公里，我走在中间，大概就是距离陆地大概是10几公里，那个飞弹一下就到了，那我怎么防？我去保卫别人，我一个军舰走在里面，我只有一个想法，我如何自保，我如何活着出来。那如果一艘军舰在这里，那军舰都上百亿的，一个叫做油轮也不过才几十亿而已啊。那你认为，如果我今天要去打这个护航的油轮，跟那个护航的军舰的时候，这油轮的时候，你要打谁？我先选择军舰，那是高价的，我怎么会打油轮？这是一个。那土耳其，对不起，伊朗有高音速空船飞弹，它的飞弹的性能我查了一下，比我们的雄三还要好，就是更快一点。打得更远一点，他用这个打，我现在跟你讲，他在这里面这么短的时间，几乎很难防，你知道？理论上可以，实际上都非常难。所以他会不会用这个去打他呢？我告诉你，别以为他会打，所有的角色都要去想。如果我今天他不说他在外面有一个航母，对不对？我派了5个这个飞弹快艇去打5枚我刚刚说的那个超音速飞弹，然后把他航母打沉或打很重，然后呢？然后这个国家就基本上就完蛋了，美国就要你的命了，所以他会去做一个考量。任何作战不是说你这样完毕就结束的，没有结束啊，还有后续。然后刚刚委员说几次啊，就这一次所有的封锁都是靠飞弹封锁。如果他说停，立刻停。有一个指标，大家去看啊，只要看到这个指标出来就知道完蛋了。他如果在这里布
300颗水雷就完了。为什么？整个就堵住了。2012年曾经在这里做了一个30个国家的排雷的演习，放了29颗雷，进行了12天，找到的雷不到一半，非常非常的困难。那还29颗，你只要摆300颗雷，就真的符合委员说的，他要跟世界同归于尽了。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指标。好，一方面是荷姆斯海峡对于全球的影响非常的重大，而且包括了整体的油价都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美国的股市，川普上任1年多来一直在吹的就是股市涨非常多嘛，这是他的重要 KPI。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道琼盘中暴跌了1200点，全球股市一起全面下挫。干哥怎么看这个后续的灾难性影响？对啊，你川普好不容易弄出一个政绩来了，结果一打2天完蛋了，道琼下跌1200点。我告诉你，那个1200点对美股而言是很大的灾难，对不对？然后呢，后来川普马上及时跳出来说：“不要怕，原油我会派军舰去保护的。”然后这傻乎乎的美国人就相信了，就反弹了。后来只跌了400点而已。我可以跟你讲，再过2天一定又会再跌到那个数字啊，因为它不仅仅是道琼，它连纳斯达克啊。摩根士丹利，它都那个摩根指数都跌，只是深浅程度不同。我们就来这样讲，我先讲一个重点，就是说，不要说6000颗水雷啦，刚才舰长讲的是29枚找不到1万，我告诉你，只找到14枚而已，那个是5年前的排雷训练。我相信现在6000颗水雷没有真的丢到海里去。如果真的伊朗布下6000颗水雷，国际油价不是现在北海布伦特不是昨天83块吗？一定到120块。我跟你讲。